美国总统拜登周六在一次抗原检测中检测出新冠阳性，距离他结束隔离仅3天。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指南，拜登将重新隔离至少5天。美疾控中心表示，大多数的新冠反弹病例症状是轻微的，没有报告严重的疾病。此事将拜登所接受的帕罗韦德药物治疗方式抛至风口浪尖的同时，也再次引发外界对他年纪以及健康状况的讨论。Hey folks, Joe Biden here. Tested positive this morning. Feeling fine. Everything's good. 周三，拜登新冠检测结果为阴性，随后结束隔离。3天过去，拜登复阳。根据白宫医生奥康纳周六的备忘录，拜登当天在一次抗原检测中检测出新冠阳性。奥康纳表示，尽管出现反弹，不过拜登没有再出现症状，目前不用恢复治疗，但需要继续观察并重新进入隔离。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指南，拜登将重新隔离至少5天。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出现这种阳性呢，显然可能对这种政治的氛围，乃至于美国政府的这个政治行为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可能拜登本身的这个政治活动，包括他和其他领导人的这种政治关系，可能也会是否能够正常的处理这个政务，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一种，他是否真正的他的阳性已经是变成阴性了，可能都不一定。本月21号，拜登首次确诊感染新冠，出现流鼻涕、嗓子痛、疲劳等症状。隔离期间，他持续服用治疗新冠感染的抗病毒口服药物奈玛特韦利托纳韦组合帕罗韦德，完成了为期5天的服用疗程。不过，奥康纳指出，使用这一组合进行的新冠治疗患者中，也有小部分人出现复检阳性情况。据了解，帕洛韦德适用于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早期治疗，能有效防止病情恶化。即在面世之初一度被誉为治疗新冠神药，但今年5月，美国疾控中心就帕洛韦德反弹现象发出专门提醒。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贾哈周一对记者表示，帕洛韦德治疗后的临床数据显示，有5%到8%的人出现反弹，但外界质疑实际数字只会更多。而使用这一组合药物治疗后复阳的还包括美国抗疫队长、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福奇说自己再次被测阳性后的症状反而变得更糟了。And then over the next day or so, I started to feel really poorly, much worse than in the first go around. 但福奇也曾强调，帕洛韦德的目的是让你远离医院，防止你发展成严重的疾病。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上个月的数据，即便是出现了症状反弹的人，导致严重结果的比例也很低。值得一提的是，福奇已81岁，而拜登将在今年11月迎来他的80大寿。事实上，在首次确诊感染新冠后，拜登并没有休息，而是在白宫自我隔离的同时保持在线工作状态。而这一敬业行为却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争议。舆论认为，带病上班是对社会做出很不好的示范。其中最尖锐的批评声来自耶鲁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金伯利苏，他严厉指责拜登白宫隔离仍办公是职场白人至上的体现，给每个人都开创了恶例。尽管苏后来删了这条推文，但舆论已然发酵。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专栏评论，还特别用了这一标题来反击指责，拜登带病上班不是白人至上。而高龄无疑是拜登最需要面对的痛和质疑。拜登以敬业展现自己拥有充沛精力的表现，并没有让大众买单。第一任期才过去了1年半，拜登已经比结束2个任期的里根大了1岁多。如果他在2024年再次竞选，这就相当于要求美国推选一位任期结束时将年满86岁的领导人，这是对总统年龄和总统职位的极限考验。民调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拜登年纪太大，一些民主党的策略师认为他不应该再次参选。事实上，健康状况问题频繁出现在拜登的公开露面中，更增加了公众对他的担忧。6月，拜登在下自行车时摔倒，白宫官员遗憾地注意到，这成了当周的头版新闻之一。数日后，重新骑上自行车的拜登还跑到记者面前幽了一默。本月8号，拜登在讲话中将提词器中的引用完毕、重复这行话等提示性词语念出，引发包括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人的嘲讽，谁控制提词器，谁就是真正的总统。Percentage of women who register to vote and cast a ballot is consistently high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the men who do so. End of quote. Repeat the line. 纽约时报此前的刊文曾透露，拜登的年纪在白宫西医是个敏感话题。10多名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和顾问都指出，拜登仍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开会时能提出一针见血的问题，
就争议之处盘问助手，甚至深夜给他们打电话，从备忘录里挑毛病，并亲自修改演讲稿，直到最后一刻。但他们也承认，拜登看起来比几年前老了，这是一种政治负担，无法通过人员重组或新的沟通计划等白宫传统策略来解决。据报道，作为总统，拜登通常每周工作5天或5天半，晚上则会远离公众视线，参加新闻发布会或采访的次数不到前任的一半。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各种的说法，像瞌睡桥啊，或者他不断的还要跌倒啊，甚至说话有时候还有点忘事儿啊。那么他的政治执政能力不是那么很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如果再竞选，那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会得到很好的这种人民的支持。那么再加上这次新冠疫情，他似乎是要想以此来增加他的这个政治的亮度，来为他以后可能的竞选可能会有争取一种增分的作用。但我想可能影响不会太大。美国总统拜登新冠转阴没几天又阳了，让全美哗然。那么这对于他布局选战有没有影响？您觉得他会不会竞选连任呢？主持人好。美国总统的健康呢，全世界都关注，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不仅影响美国政治，而且呢要影响世界局势的发展。拜登总统的健康出问题呢，不只是这次这个新冠确诊，然后呢又是转阴又复阳，而是有很多的不太祥瑞的迹象。你比如说呢，在国际会议上打瞌睡，上飞机的时候呢连摔几跤，从自行车上摔倒。那么最重要的呢是多次公开讲话似乎总说错话。白宫和国务院呢不得不事后澄清。美国媒体呢都建议这个白宫别让老人家呢总出面讲话，弄不好呢就会把国际关系搞砸。那么根据我的记忆呢，拜登在台湾问题上至少讲过4次错话，比如说呢要所谓武力协防台湾，把台湾呢误当成所谓的北约成员对待等等，不仅让美国外交官难看，也引发了中美关系的波折，对谁呢都没什么好处。因此呢，人们对拜登的这个总统执政能力表示怀疑，担心呢在某个时刻，在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刻做出致命的决定。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呢，拜登的健康问题夹杂着民主共和两党之争，还掺杂着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代际鸿沟。他的健康和年龄问题呢，都成了选民的日常担忧。那么虽然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你比如说高通胀、经济增长乏力、疫情防控不力、这个外交偏激等等，都不是拜登一个人的责任。但是呢，美国人总觉得这总统呢本身就不是一个富有活力的人，这不是摔跤呢，就是2次的新冠确诊。那么对总统的执政能力呢是信心不足。那么这些呢会影响到拜登的政治理想。那么他的最大政治理想是什么呢？就是竞选连任。但是呢，民主党内呢都不太支持他的继续连任，那么他呢也就只能成为1届总统了。